你好，这里是李博士讲堂，在这里可以听到你所不知道的各国人文、地理、历史等有趣故事。欢迎您订阅频道和点赞，您的订阅是我努力的动力，谢谢。今天的主题是印度经济增长必然无法超越中国。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最近站在媒体面前发表了非常自信的言论，他谈到了印度的经济数据，谈到了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高增长率，谈到了印度将如何在30年内超过美国。现在从大局来看，印度已经改善了很多基础条件，吸引外国人来投资。但是不解决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之前，印度经济不可能超越中国。在印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投资不足。2011年，尼泊尔的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4.7%， 肯尼亚为 6.7%， 印度为 3.2%。谈到印度的教育，人们总会想到印度理工学院，这是为世界一流的硅谷输送人才的大学。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水平太差了，以至于根本就没有用的人力资源。顶尖的印度理工学院和最差的印度理工学院之间存在巨大教育水平差距。印度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通过大众教育增加受过适当教育的工人数量的想法。印度希望培养小部分精英，然后以这个精英为中心，实行我们所奉行的社会主义产业政策，那么国家在10到15年之内就会彻底改变，所以就不用担心大众教育问题。这是一所名为 Talok The Mission 的大学，截至2018年，它在大学评估中排名第18位。学校共有2586名教职员工，其中只有594人拥有博士学位，还不到600人。但在中国，仅2020年就有8万位博士毕业生。这说明了不投资教育的后果。这并不是仅仅靠几所 IIT 大学生产人力资源，并把他们送到硅谷就可以解决的情况。因此，当我遇到在印度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时，他们一直抱怨2件事：一是聘用顶尖人才流失率太高，2是找不到有用的人。我告诉他们，我在印度没有能满足你们需求的高级管理人才，因为他们都出国改国籍了。最近，印度媒体开始提出了每年有多少人放弃印度国籍的问题。这是结构性问题，财政赤字确实要减少，但财政赤字导致的教育投入不足，实际上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如果我们放眼整个印度，而不仅仅是几个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就会发现经营企业所需的人才是严重短缺。印度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增长率将为每年 6%， 超过中国 5% 的增长率，并将维持到2027年。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想未来的超级大国是印度，这种新闻可以做很好的用来夺眼球的标题。你必须看清现实，2023年中国的 GDP 是192万亿美元，而印度是33万亿美元。因此，即使增速比中国高1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印度在经济上正以巨大差距输给中国，而且这种情况即使维持5年，也无法赶上中国。如果印度想要长期增长并超越中国甚至美国，其年增长率必须明显高于目前的速度。所以，当看到成为新闻焦点的印度现在已经是第2个中国时，劝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我让你看看现实。你可能还记得中印军队在加勒万的战斗。他们甚至用钉棒子打死对方。然而，最近在一个叫达旺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冲突。加勒万冲突后，印度反华情绪十分强烈，达旺反华情绪持续。加勒万事件至达旺事件期间，对华逆差增加了 2.5 倍，说明他们从敌人那里买了这么多的货物。所以，不要用这么简单的逻辑说印度正在超越中国。现在，印度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采购。如果你从中国采购，那就是帮助中国成长。印度需要进口工业原材料、设备，甚至消费品，但中国商品价格是唯一能与印度购买力相匹配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商品价格太高，印度无法承受得起。你以为印度和中国在相互间仇视，但实际情况是扩大贸易，加大进口量。那么，之所以那么多人说印度在中美之间走钢丝、亲美，是因为印度通过与美国的贸易赚钱，并用这些钱购买中国产品。国家与国家之间自然希望保持良好关系，更希望与能为自己赚钱的国家开展贸易，
所以印度和中美两国都友好是国家利益要求下应该的做法。但这里的核心故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是什么？他们富有成效，但由于民粹主义政治而无法进行资金投资。为什么要搞民粹政治呢？那我提前告诉大家，莫迪总理在2023年6月1日的新闻中宣布，他保证每年将6.5万卢比用于农业，使每个农民每年受益5万卢比。保证的是在印度270卢比就能买到一袋尿素化肥。一袋尿素肥料的价格在孟加拉国是720卢比，在巴基斯坦是800卢比，但在印度270卢比就可以买到。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国家很棒，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化肥，意味着支付了化肥补贴。那么是把钱花在化肥补贴上好，还是投资教育好呢？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化肥，拿去卖掉，剩下更多的钱，这是件好事。这对当下来说是好事，但长期看来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帮助。把资金花在农业上，就没有钱投资工业。而对比数字是，在中国购买一袋尿素肥料需要支付2100卢比，在美国则需要支付3000卢比，而在印度则只需支付270卢比。我们的国家不是很好吗？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了解印度的常任选举制度。印度总统选举每5年通过下议院选举更换中央政府，但各城市和省份的选举根据地区情况，从1月到12月，每月总有一个地方在进行选举。因此，对于政客们来说，一年365天的每日都是选举。所以，政客们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每天都要给选民说好听的。因此，为了明年的大选中获胜，莫迪必须和农民谈论化肥价格，必须谈论他们将获得的美好生活。我必须说一个莫迪总理的保证，原因在于莫迪总理2016年2月就做出了这一承诺，而到2022年，农民收入翻一番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你们的收入没有翻倍，所以这次我就保证一下，所以明年的选举我一定要赢。所以就有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治背景，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很严重。但是另一个问题是，能花到未来投资的比例变得更低。像印度这样地方自治性强、举行选举的国家，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中央完全控制整个国家的体制，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不错的增长率数据，但与中国刚刚开放时期相比，尤其和2000年代初的发展相比，必将是让人产生巨大的失望。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继续与我交流。我们下期再见。